为什么富人会越来越富，穷人会越来越穷？这样的畸形社会现象是如何产生的？如何才能避免陷入这样的怪圈？2006年，日本作家菊木俊照写了一本书《格差社会》，就是这本书。他在这本书中深入探讨了日本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。什么是格差社会呢？格就是等级，差就是差距。格差社会就是阶层固化、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。父母的职业决定了子女的职业，父母的收入决定了子女的收入，父母的阶层决定了子女的阶层。寒门再难出贵子，私立学校贵族化，公立学校精英化，职业教育缺失，大学生毕业即失业，年轻人没有存款，养老金杯水车薪，人人平等的机会被剥夺，教育、就业等各个方面的不平等，各阶层差距都在扩大。虽然这段话写的是日本社会，但是放到目前的中国国内也丝毫不觉得违和。人们常说日本就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日本社会的格差是如何产生的，如何才能避免掉入阶级固化的陷阱。在开始之前，欢迎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，点开小铃铛，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，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。到60年代的时候，日本大多数国民都迷信自己处在一个一亿总中流的社会。所谓一亿总中流，就是说日本有1亿个中产阶级。要知道，在1970年的时候，日本的总人口只有 1.043 亿。此时的日本社会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自信，认为自己的国家兼顾了效率和公平，每个人的生活都过得很好。日本大多数企业都是终身雇佣制，90%左右的国民都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。消费是美德，金满日本，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。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后，有人认为1亿总中流也随之崩溃。但根据日本政府的国民生活民意调查显示，只有1%以下的国民自认为属于下流阶层，说明1亿总中流的概念仍然是很多日本国民的想法。从1980年之后，日本社会的收入分配开始变得不平等，进入21世纪后，贫富差距继续扩大。统计数据显示，日本18岁到65岁之间的人口贫困率在发达国家中位居第2，仅次于美国。日本的媒体开展过国民问卷调查，你觉得日本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吗？几乎所有的调查结果都显示，7到8成的被访者做出了肯定的回答，日本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。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差距的问题，菊木俊照提出了5个必须关注的问题。我觉得这5个点在今天用来分析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。第一个点是机会的平等与否，第二个点是结果的平等与否，第三，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，第四，政府如何发挥作用，第五，企业与个人意识如何统一。首先我们来看机会和结果的平等。机会平等有2个原则，一个是全员参与的原则，也就是人们希望接受教育、想就业、想晋升时，所有愿意参加的人都能够参加，人人都被赋予成为候选人的机会。另一个是无歧视的原则，假设人们要应聘某一岗位，需要参加选拔考试，那么这个选考是不能带有歧视的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个人资质如何，都不能差别对待。说到机会平等，我们首先肯定关注的是教育方面。义务教育是日本宪法规定的全体国民必须接受的，基本不存在的差别。但是在结束义务教育之后，情况就变得大不相同了。升入高中或者大学，各种统计数据证明，最影响升学的是父母的收入。比如日本最难考的是东京大学，30多年前考入东京大学的高中生大多是来自各地名牌公立高中。公立高中比私立高中的学费便宜，谁都可以报考，只要有实力就可以考上。
升学率不太受父母收入的影响。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，东京大学目前的学生大多来自各地的私立学校。私立高中的教学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由选择，也更容易高薪聘请到更优秀的老师。私立高中的学费昂贵，入学考试也很难。为了让孩子考入私立高中，需要上补习班，需要聘请家庭教师。如果父母的收入不高，根本无法到私立高中读书。所以现实是，东京大学学生的父母收入在所有大学中属于最高水平。可以说，只有父母收入高的子女才能接受优质的教育，这就导致了寒门再难出贵子，导致了阶层固化。我们再来看日本社会就业方面的平等性。在讨论机会平等的时候，父母的职业与子女职业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观察点。父母的职业给子女职业带来的影响，这就叫做社会流动。不被父母的职业所左右，子女可以从事比父母地位更高的职业，进入更高的阶层，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流动性大。80年代初期以前，日本的社会流动性是很大的，这就意味着子女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可以与父母的职业无关。而目前这种相对较大的社会流动性正在减少，父母职业决定子女职业的比重在上升。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，在日本，政治家和医生是两个属于上层阶级的职业。日本国会议员中一般有两类，一类是高级官僚出身的政治家，一类是工会干部出身的政治家。中央机关的官员很少会受到父母阶层和职业的影响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高级官僚大多是从东京大学毕业的。前面我们提到过，以前东京大学的学生大多毕业于公立高中，这就意味着在当官之前，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己的努力，从东京大学考入中央机关，之后成为国会议员，一路走来，没有那么多来自父母职业和阶层的影响。工会干部更是自愿进入企业，成为工会干部，来自父母职业的影响甚至比高级官僚还小。而今天日本政治家很少有这两种类型了，越来越多的人父母就是政治家，子女接过父母的地盘进政治家，父母中有做政治家的，子女的仕途就会更加顺利，社会流动的开放性变低，也就是说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固化。再来看医生，根据调查，日本40%左右的医生子女也是医生。想成为一名医生需要很高的学历水平，日本医学部的人气很高，入学考试竞争十分激烈。为了在考试中脱颖而出，父母要为子女高额的教育费买单。入学之后，如果是私立大学，昂贵的医学部学费也不是普通家庭的经济实力可以负担。这些事实都说明，如果不是高收入的父母，是很难将子女培养成一名医生的。如果父母是医生或者其他高收入的群体，子女就有足够的条件走上这条路。下面我们聊一聊政府是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。有的人认为，为了提高经济效率，扩大隔差是在所难免的。他们认为，对于有能力的、很努力的人，我们就应该给他高报酬，而一般的人理应获得较低的收入，这样才能激发社会的创造力。日本小泉首相就曾公开表示，隔差有何不好，隔差扩大又有何妨。然而经济效益的提升也会遵循边际收益递减的法则，比如报酬增加 20%， 可能效率会提高 20%， 但是报酬增加1倍甚至2倍，那么效率不一定就会提高到原来的1到2倍。即使给能力高的人高报酬，因此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提升也是有限度的。另外，收入增加，生活水平就随之提高，有1亿日元的收入就会过上与1亿日元相称的生活。为了维持这种生活，就需要高消费，也需要耗费更多的能源。所以综合起来看，牺牲公平未必就能提高效率。政府一味的为了提高效率而忽视公平，是目光短浅的做法。最后我们来看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。雇佣机制的变化也是隔差扩大的重要原因。日本的雇佣制度目前发生最大的变化是，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数量急剧增多，
非正式雇佣劳动者有多种形态，可以是兼职工，按照每个小时计算薪酬，也可以是临时工，只工作2个月或者半年的时间，雇佣期结束后就立刻解聘。还有就是劳务派遣，劳动者在人力派遣公司登记之后，如果有企业需要用人，派遣公司就让劳动者去企业上班，从事短期劳务。日本1995年正式劳动者为3779万人，非正式劳动者为1001万人。到了2005年，正式劳动者3374万人，非正式劳动者1633万人。10年间，正式劳动者减少了约400万人，非正式劳动者增加了630万人。正式劳动者的减少是日本社会隔差扩大的主要原因。首先，非正式劳动者的收入一般只有正式劳动者的 60% 左右。其次，像兼职工等非正式劳动者工作时间短，本来时薪就低，再加上时间短，收入就更低了。另外，非正式的工作很不稳定，如果找不到下家，就会立刻失业，完全失去收入。既然非正式工的收入这么少，那么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去做呢？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整体经济不景气，企业都想尽办法降低劳务成本，多雇佣工资低的非正式工，就会省去不小的开支。其次是因为非正式工不用交纳社保、失业保险等，企业又能省下一笔钱。而且非正式工解雇起来非常简单，如果企业陷入经营困境，首先解雇的就是非正式工。正式工有合同和法律的保护，而且日本一般都是终身雇佣制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经济不景气，企业节约成本，所以不愿意找正式工，所以很多人就被迫选择做非正式工，只能接受很低的工资。教育机会不平等，工作机会不平等，政府为了提高社会经济效率，无视分配的公平性。经济不景气，企业不愿意雇佣正式工，这些原因共同导致了日本社会隔差的扩大。隔差扩大最终会导致贫困人口越来越多，而贫困人群的增多会引发种种的矛盾。如果说社会隔差扩大，贫富差距过大，那么工资收入比较低的人就会丧失对劳动的热情，认为工作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，干脆就躺平好了。这对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是巨大的负面影响。其次也会导致犯罪增多，因为很多收入比较低的人都会感到自卑，感到自己被社会边缘化了，他们会开始憎恨所谓的人生赢家，社会关系就会越来越紧张，很容易就会报复社会，走向犯罪的道路。另外，收入低人群的增加会加重社会的负担，对于穷困潦倒无法生活的人，政府需要进行经济援助，贫困人群的增加，政府的财政开支也自然会增加，而这些没有工作的人也不会缴纳赋税，相应的政府的收入也会减少。菊木俊照在这本书的最后也给日本社会开出了药方。不仅日本社会，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努力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率，常用的方法是降低所得税。原因是主流的观点认为，如果征收高额赋税，就会打击企业和个人的劳动热情。但菊木俊照认为，北欧社会，比如芬兰、瑞典，就能够很好的兼顾经济效率和公平。政府能够提供高福利的前提是，政府征收了高额的赋税。日本可以效仿北欧，采用高福利和高赋税的模式，以此来抑制隔差继续扩大。其次，需要引进同工同酬的制度，也就是说，无论是正式工还是非正式工，只要做的是同样的工作，就应该给予同样的薪水。比如荷兰在1980年代失业率超过 10%， 实施同工同酬制度之后，失业率骤降到 3% 左右。教育方面，需要建立完善的奖学金的制度，增加公立学校的投入，建立职业教育体系。那么大家认为这些政策会有用吗？对中国社会又有什么样的参考意义呢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分享自己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有意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